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全网吹爆剧女王，为何至今成不了顶流？赵今麦到底缺了什么？从演技派到现象级，赵今麦的进阶之路与流量花距离3平台4破万。当这样的数据与一位22岁的女演员名字并列时，业内无法不为之侧目。赵今麦，这个在少年派中以林妙妙一角走进大众视野的童星，正以超越年龄的演技厚度与惊人的剧集号召力，在竞争最为激烈的95花赛道中跑出了独特轨迹。社交媒体上，爆剧女王的称呼开始与她关联，但与此同时，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浮现：手握多部口碑热剧，演技备受肯定的赵今麦，距离成为大众认知中兼具顶级流量与市场号召力的流量花，究竟还差几步？在探讨差距之前，必须首先确认赵今麦已牢牢握在手中的最大筹码。她的表演已超越灵气范畴，形成了稳定、可信且富有层次的专业体系。在备受期待的《骄阳似我》释出物料中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已贡献多个演技高光时刻。一段48秒的质问戏，她以逐渐哽咽的声线，蓄满泪水却倔强不落的眼眸，将角色累积的愤怒、委屈与不被理解的痛楚精准传递，情绪的推进如波浪层层叠涌，最终在临界点收束，被观众评价为具有电影银幕的感染力。更难得的是他对反差感的细腻处理。KTV 中一个下意识的挑眉微表情，便泄露了角色强撑体面下的尴尬与无措。电梯门前一句平静克制的"请你等下一趟"，台词之下是暗流汹涌的决绝与心碎。这种柔中带刚的诠释，让角色拥有了鲜活的筋骨。赵今麦的表演摒弃了戏剧化的浮夸，致力于营造真实的氛围。《骄阳似我》中与宋威龙的诸多甜蜜互动，大衣裹怀的温暖依赖，全家福合影的俏皮自然，皆如生活中热恋情侣的集锦。花絮中即兴发挥的小林、打车等撒娇台词，更凸显了其塑造亲密关系时的松弛与可信。这种生活流的表演理念，使观众得以毫无障碍地带入角色的情感世界。赵今麦是典型的细节型演员，从少年派中林妙妙大大咧咧下的敏感，到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罗琦琦短发下的倔强，他善于用细微的肢体语言为角色注魂。《骄阳似我》中，从校园到职场的蜕变，被他演绎为图书馆偷瞄时指尖无意识抠书本的忐忑，以及被刁难后红着眼熬夜却说我在试试的韧劲。在开端中，25次循环带来的濒死体验，他通过每一次不同的窒息颤抖与瞳孔震颤加以区分。在电影《漂白》中，被绑架后的瘫软无力，从颤抖的指尖到无法支撑的腿部，都经过精密设计。这种对生理反应的真实还原，构建了极强的沉浸感。从国民闺女到悬疑女主，从青春倔强到职场新人，赵今麦的角色谱系跨度颇大，却鲜有重复感。少年派的林妙妙让她家喻户晓，而开端的李诗情则彻底打破了观众的固有印象，证明了其驾驭复杂心理与现实题材的能力。这种巨抛脸特质，使她免于被定型，为后续挑战更多元角色铺平了道路，被业内视为极具潜力的撕标签型演员。然而，成为市场意义上的流量花是一个综合命题，它要求演员不仅要有过硬的作品和演技作为基石，更需要在话题度、个人形象、商业价值、粉丝生态乃至舆论场中的存在感等多个维度形成合力。正是在这些领域，赵今麦呈现出一种偏差感演技备受推崇，但距离流量巅峰似乎总隔着一层透明的天花板。赵今麦已有少年派开端等多部高热剧集，但客观而言，他们更多是圈层爆款或口碑热剧。
开端引爆社交话题，但题材相对垂直。少年派系列受众稳固，但偏重家庭与校园。它急需一部如《花千骨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亲爱的、热爱的那样，横扫各年龄层，真正实现全民追剧的顶级爆款。正在拍摄的《骄阳似我》承载了这份期待，其都市情感题材具备更广泛的受众基础。若能成为现象级作品，将是他晋级的关键一跃。赵今麦目前的角色大多为善良、坚韧、成长的光明型女主，观众缘极佳，但角色性格的极致性与争议性相对不足。真正的流量花往往与一个极具张力和讨论度的角色深度绑定，例如黑莲花、美强惨、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。这类角色更容易引爆网络二创，激发粉丝的捍卫欲与讨论热情，从而形成强大的话题漩涡。赵今麦若能在保持演技水准的同时，大胆挑战更具颠覆性，甚至带点危险性的角色，或许能瞬间点燃舆论场。流量花本身是一个超越角色的符号，他们需要拥有极强的个人辨识度与星光魅力。无论出现在剧集、综艺、红毯还是社交媒体，都能自成焦点。目前，赵今麦给人的印象更偏向低调的实力派演员，专注拍戏，私生活曝光度低，综艺参与谨慎。这种专注值得尊敬，但在流量竞争中，也意味着个人形象的模糊性。他需要找到一种平衡，在不牺牲演员神秘感的前提下，更主动地展示性格中的多面性。审美趣味乃至价值主张，让赵今麦三个字本身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品牌。庞大的、活跃的、具有强大组织力和消费力的粉丝群体，是流量花的重要标志。赵今麦拥有良好的路人盘和观众缘，但其粉丝生态相较于顶级流量，在数据打头、商务冲销量、控评反黑等流量标准动作上显得更为温和，这直接影响其商业价值的顶端评估。它需要将观众的好感与认可更高效率地转化为忠诚的粉丝情感连接，并在此基础上吸引更多高端、多元的奢侈品与国民品牌合作，完成商业价值的顶级进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我们在讨论赵今麦还差哪些条件成为流量花时，潜台词是默认了成为流量花是女演员发展的终极目标或更高阶段。然而，赵今麦的路径或许正在重新定义一种成功，不依赖于热搜的喧嚣，而是依托于一部部扎实的作品，不追求短时间的流量喷发，而是致力于演绎生命的长期续航。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清醒。在浮躁的行业环境中，这种对表演本身的敬畏与专注，恰恰是最稀缺的品质。或许他所求的从来不是流量花的冠冕，而是成为一名真正能留在影视长廊中的演员。因此，赵今麦与流量花之间的所谓距离，可能并非是需要奋力弥补的短板，而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一条迥异但同样宽阔的道路。他正在证明，在这个时代，凭借无可指摘的演技、持续输出的佳作和深入人心的角色，同样可以赢得市场尊重与未来。他的故事或许正为流量二字注入更深厚、更耐久的释义。